明明觉醒了可以召唤上古十凶的十凶神殿，却被全校师生嘲笑是个废物。只因这个世界所有人成年后都会觉醒成各种凶兽，有人觉醒杀戮白虎，永劫杀道，杀心成坟；有人觉醒是天魔龙，吞天噬地，超脱永恒；甚至还有人觉醒烛龙，拥有时间之力，化身万物。而我却觉醒了一间与怪兽毫无相关的房子。见此，校花女友柳如烟当众对我提出了分手，就连校长也对我下达强制退学通知。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我脑海响起：恭喜宿主绑定十凶神殿，完成10道试炼即可觉醒。10大上等凶兽第一试炼已发起，请在1分钟内吞下面前的觉醒石。超时视为任务失败，神殿将会自动解绑；任务成功则通过第一凶超 SSS 级饕餮，宿主可变身获得饕餮之力。下一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拿起觉醒石就朝嘴巴塞去。所有人见状都懵逼了。然而此时我的意识已经进入到了十凶宝殿中，那是一片遍布星海虚无空间，远处有10尊被黑暗笼罩的巨大石像。就在这时，其中一座石像的双眼处猛地亮起了星空的血光，下一秒，一头身形宛如星辰般大的血色巨兽站立星河之中。巨兽形状如羊身，人面青目在腋下，无齿人爪，浑身勾勒着血色的花纹，好似燃烧的地狱火焰。猩红的大目之中散发着浓浓的凶煞之气。紧接着，那巨兽发出一声震彻寰宇的惊天怒吼，他张嘴一吸，令人震怒的一幕发生了，满天星辰竟被一股强大吸力拉扯着，朝着巨兽冲去，最后全都涌入了巨兽的深渊。巨口之中，星空失去了晨光，顿时都暗淡了下去。见此，我彻底震惊了。吞星吐月，以日月星辰为食，这就是超 SSS 级大凶饕餮吗？自己竟觉醒了这等绝世神兽。这时，那饕餮猩红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他张开血盆大口，猛然朝着我一口咬。与此同时，一股信息涌入脑海：叮，恭喜完成饕餮一重试炼，获得饕餮之力，宿主可变身超 SSS 级大凶饕餮，获得饕餮天赋，传承天赋亦无限吞噬天地万物，皆可为饕餮石入口和化作精纯能量，100%滋养自身天赋2，无限掠夺，掠夺他人天赋能力为自己所有，仅可使用一次，被掠夺者永久失去该天赋，但目标实力不可超过自己一个大体积天赋3。残王暴虐饕餮进入暴怒状态，攻击防御恢复能力暴涨10倍，敌人不死，战斗不息。但注意此天赋对肉体的伤害很大，谨慎使用。看完天赋信息后，我不由得瞪大眼睛，这天赋实在是太霸道。这时十凶神殿的声音再次传来：地饕餮一重已试炼，现发布第2重试炼，成功吞噬1万头青铜级别怪兽，完成后获得饕餮技能传承噬天神枪。此刻觉醒台下校长金平涛一脸愤怒地冲上台：你们都在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报警找军部执法者过来？这小子损坏了觉醒石，却是要坐牢的。然而也在这时，我突然睁开了眼睛，从地上爬了起来。你终于醒了，我告诉你，这枚觉醒石价值500万，你必须。但就当金平涛对上我的那一对眸子时，他突然感觉一阵心惊肉跳，竟是被我的眼神吓到。下一秒，只见一阵血焰将我整个人包裹了起来，紧接着凶煞之气在空气之中蔓延开来，这不禁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因为这气息实在是太暴力太凶了，有一种面对废墟之中那些野外怪兽的既视感。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响起，血焰逐渐退去，现场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高大身影，这道身影大约3米有余，浑身都由黑色和暗红色的铠甲包裹，铠甲上以血色火焰勾勒出大片的花纹，宛如地狱之中的景象一般，瘆人无比。在其胸口还有一个双目禁闭的狰狞脑袋，这正是我觉醒的大凶饕餮。一般怪兽觉醒后会有兽形和人形2种模式，在战场上人形主战斗厮杀，兽形则是更多的负责辅助。此时在场所有人见状既震惊又好奇，震惊我觉醒怪兽的气势之强大，而好奇的是他们从未见过这怪兽，等级更是无从知晓。这时班主任黄秋生很是惊讶，因为他身为 B 级的怪兽，在我身边竟感到一股窒息，说明我的怪兽等级绝对高于 B 级甚至以上。他向校长金平涛请示道：校长，您看着。金平涛闻言开口道：既然洛南觉醒，而且看起来觉醒不弱的怪兽，那就没有必要开除他。不过当务之急是测定出他的等级，可现在的觉醒石已经被吃掉，没办法的。金平涛只好打通了几个竞争对手兼老友的电话号码，暂时借用一下他们学院的觉醒石。此时我在解除了变身模式后，看着两眼反光的校长，也是猜到了他的想法，当众羞辱我，还想我像狗一样回头，我绝不可能再加入你们星海怪兽学院。就在我思考之际，天空之上一根庞大巨龙的阴影覆盖了大地，周围人见此都有些惊讶，竟然是狂角翼龙类级的飞行怪兽，被称之为空中王牌飞行员。这来的是哪位大人物啊？一个学生觉醒，怎么还吸引来了黄金级强者？就在这时，翼龙之上3道身影猛然从空中落下，而翼龙也变成了一个中年人落下。他们正是飓风怪兽学院、紫金怪兽学院、碧海怪兽学院和阴风怪兽学院的院长，他们的手上托着觉醒石走向金平涛。老金啊，我们这回是把觉醒石给你带了最大的一块，这可比你那块好吧？你们几个老家伙，我还不知道你们心里的算盘，我在印度尼西亚都听到，拿过来吧。金平涛从4人手中接过觉醒石后放在觉醒台上，随后金平涛好声好气地对着我开口：之前的那块觉醒石被你吞掉，我就不计较了，现在我又给你弄来了一块新的，你把手放到上面，我们看看你觉醒的怪兽等级。还有，鉴于你的表现尚可，你的退学通知书我们也撤回了。我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冷笑，抱歉，校长，既然已经被退学了，我就不会再加入星海怪兽学院。什么？你不加入星海怪兽学院了？金平涛的脸色猛地一变，我们星海怪兽学院可是整个星海州最
好的学院，在这里你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和资源。你可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我并没有理会他，而是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好，希望你不要后悔。金平涛脸色难看的走到一旁，班主任黄秋生还要再劝些什么，却是被金平涛直接阻止。黄老师，恃宠而骄、德性败坏的人，我们星海怪兽学院可看不上。此话一出，周围的4个院长直接开始争夺起来。哈哈哈哈！小伙子，你们校长不要你，我们要你加入我们飓风怪兽学院。我们学院只有2个 S 级学员，你能分到的资源绝对不少。加我们紫金怪兽学院，我们学院只有1个 S 级，你分到的更多。我们碧海怪兽学院1个 S 级都没有，直接全校资源倾斜给你，让你在高考上拿到一个好成绩。加入我们鹰风怪兽学院，虽然我们学校也有1个 S 级，但是我们学校是整个星海州美女最多的学院。你不是刚刚分手吗？来我们学校，漂亮妹子随便挑。在场学生们看见4人的强势争夺都懵了，而金平涛的脸色也更加难看了。争什么争？你们在急什么？让他先测呀，是不是急都不好说。这时我的目光落在台下的柳如烟身上，我真是期待我在等级觉醒后，她脸上表情会是怎样的。此刻随着我将手按在觉醒身上，顿时一阵刺目的光芒照亮了全场，但下一秒觉醒时竟直接碎了。所有人见此都顿时懵逼了。要知道觉醒时的天赋承受是 S 级，出现如今的状况，那就说明我的天赋在 S 级之上。而星海怪兽学院从建校以来，只有在30年前发生过一次觉醒时破碎的事件，那个学院觉醒了 SS 级的怪兽天宇苍龙，引发了整个星海州震动。魔都那边的一间顶级的怪兽大学直接派人过来将他吸纳，毕业后无需任何考核就加入了军部圣团，后来自己从圣团中独立出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圣团，成为圣团领军人。那个圣团的水平在整个炎夏都是拔尖的，如今在军部中更是一尊权势滔天的战王，而他的名字被星海州所有人铭记。顾雨墨，天宇圣团圣团长，大夏36战王之一。此时柳如烟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不敢相信，竟是双腿一软，直接跌倒了地上。而各大学院的院子见此抢人的气势更加凶猛了，竟是 SS 级。这个小子，我飓风怪兽学院要定那2个 S 级，送你们了。你们不要，我们碧海也不要，我回去直接让全部学生留级1年，所有资源就倾斜培养他一个人。你们2个老邓怎么这么猛？虽然我们紫金做不到你们这么好，但是我把我给儿子娶老婆的本钱都拿出来给他买资源。我们鹰风很多富婆的，只要你来了，他们可以给你数不清的马内华。4大怪兽学院争来争去，却没看见金平涛，后悔的牙齿都要咬碎。你们不要太高兴，72州36域一旦出现 S 级以上的天才，那是要率先上报军部，军部会拿军部专属的觉醒直播来进行等级测试，而且他们绝大概率是不需要高考，直接就能被名校招收。别抢来抢去，竹篮打水一场通。听闻4大院长一脸不屑地看着金平涛，那又怎么样？只要他挂一个我们学校的名头就值了。SS 级天才，毕业于某某学院，我们为的不就是这个吗？你们星海不就是当年出了一个顾雨墨，才一直压在我们4大怪兽学院之上？你们想的真美，我已经上报军部了，军部一会就会派人带来新的觉醒师，这样就能完全测定出他的等级了。万一人家是 SS 级了，到时候你们是不是要卖学校？此刻的金平涛心里快后悔死，早知道就应该留一下。与此同时，星海州军部魁首莫如天突然停下了正在写字的纲。你说什么？星海怪兽学院出了一个 S 级以上的觉醒者，5大院长申请要启用军部觉醒师。是的，大人，这是星海怪兽学院传来的消息，而且还有现场直播。听闻莫如天打开直播看着，我思索了什么？洛南这怎么看着有点耳熟啊？大人，蓝总正是洛玄和林清心的儿子什么？莫如天面色一惊，3年前的星海州破灭战役中牺牲的人员名单中就有洛玄和林清心的名字，他们2个曾经是非常优秀的军部战士，而洛玄更是在那场战役之前就已经通过了大夏4大圣团之一天池圣团的考核，有希望加入天池圣团一步登天，可惜就这样陨落了。当时莫如天还扼腕叹息了许久，原来是他，马上取来觉醒石，这一次我要亲自走一趟星海怪兽学院。莫如天猛地站起身宣布道，既然要去，不如带我也去看看吧。此时屋外一道淡笑声传来，听到那声音的时候，莫如天直接呆在了原地。这个声音是那位，他急急忙忙地冲出屋子，只见屋外天穹之上，一尊巨大的翼龙正甩动着翅膀，遮天蔽日的阴影覆盖了大半个军部，在那龙背之上有2道挺拔的身影矗立。见过顾战王，莫如天见到那人影顿时大惊失色，而后恭恭敬敬地对着翼龙背上的白衫中年人鞠躬。莫魁首，好久不见了。顾雨墨淡淡一笑，他捏住身旁一个年轻人的肩膀，从翼龙背上一跃而下。是10年前一别，便不曾有机会向顾战王请教了。不知顾战王身边这位是？莫如天抬眸看向顾雨墨身边的这个年轻人，此人与顾雨墨长得有6、7分相似，鼻梁高挺，星眸璀璨，称得上风神如玉，其眉宇间更是透露着一股子桀骜之色。我儿子顾凌霄，10年前你见过，那会还是个孩子呢。莫如天淡笑道，凌霄叫叔叔。凌霄见过莫叔叔。顾凌霄对着莫如天拱手，神色平淡，并未见有丝毫敬意。上个月凌霄刚刚参加完觉醒仪式，觉醒了一只 SS 级的怪兽，我观他心有不甘，情绪低落，便带他回来看看我曾经成长的地方。顾雨墨淡笑道。莫如天心中凛然，没想到这顾雨墨的儿子也觉醒了 SS 级的怪兽，而且他还对 SS 级怪兽不满意，这是想直接冲击 SSS 级吗？这他要是换做他莫如天，想都不敢想啊！他心中不由得震惊无比。对了，如天，你刚才说到星海怪兽学院又出了一个觉醒 SS 级怪兽的天才。这时顾雨墨问道。是，不过他已经不是星海怪兽学院的学生了。顾战王若有兴趣与我一起去看看的话，我们就路上边走边说吧。莫如天说道。行，那就坐我这神角翼龙去吧。
吧。来的路上在废墟捕获的，勉强做个逮捕。顾雨墨淡淡的笑道。可莫如天心中却再度掀起惊涛骇浪。要知道这神角翼龙可是怪兽屠戮之中评级为 S 级的怪兽，这一头的实力更是在蓝玉级，实力和他相当，放在军部那就是一位统领。可是，在顾雨墨面前竟然只是个逮捕，那他莫如天在顾雨墨眼里也就是个逮捕的货色，恐怖，太恐怖了。三人乘着翼龙朝着星海怪兽学院而去。此时星海学院，爸妈，你们在说什么？让我和洛明复合。柳如烟和父母坐在一起，一脸不甘之。他柳如烟怎么能自降身份去和洛明复合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苏大强夫妇还在劝说。是啊，如烟，你想想看，洛明这小子不是一直是你的死舔狗吗？我们相信，只要你稍微给他一个台阶下，他就一定会顺杆往上爬的。到时候你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他的。王丽蓉说道。而且他一个 SS 级天才，你与其让他离你而去，不如像养狗一样拴在身旁。这狗还听话，还能给你更多的东西，也能带着你向上走，这不是很好吗？苏大强也是劝告道。柳如烟想了想，确实有些心动。按照洛明那舔狗性子，他未来要是真成了炎夏大人物，好处会少了自己吗？况且要是中途发现洛明不行，那就把他一脚踢了。好吧，我试一试。恰好此时我买完饭，捧着一个餐盘朝着他们这桌走来。他把握好时机，等到我走到自己的身旁之时，淡淡开口。洛明，我想了想，其实上午我们都有些冲动了，如果你能向我道歉的话，我可以原谅你，和你继续交往下去。他说完这句话后就等着我的回应，可是我却根本没有搭理。柳如烟直接待在了原地，气呼呼地站起身。洛明，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他语气不好地说道。我吃饭吃到一半，抬起脑袋，听见了呀，听见了。那你为什么不理我？柳如烟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要知道，平常的我，他嘴巴一张，我就知道他是渴了还是饿了，然后就会马上满足他的各种需求的。今天怎么感觉变了一个人一样，不想理你啊？还有为什么吗？我不屑地回应道。好，我懂了。洛明，你是在责怪我之前跟你提分手吧？生闷气就是想要引起问道注意力吗？你一个大男人用得着这么小肚鸡肠吗？我都说了，只要你愿意和我道歉，我可以和你复合的。柳如烟耐着性子说道。我凭什么要跟你道歉？我有错吗？我不想再搭理柳如烟，端起餐盘就打算离开。站住，洛明，你真的不和我复合吗？这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能拥有我的机会了，如果你放弃的话，你就彻底失去我了。柳如烟大声说道。现场很多人的目光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叫声吸引，众人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好奇这星海怪兽学院的第一舔狗会有什么反应。算了，我嫌恶心。说罢，我头也不回地离去。好，兄弟，说得好，恭喜洛明兄弟从舔狗毕业。我星海州第一深情说过，好女人要珍惜，坏女人别浪费。所以柳如烟给我吧，我来替你承受这份苦难。柳如烟听着众人此起彼伏的声音，气得浑身颤抖。她看着我的背影，面露浓浓的怨恨之色。都怪你，洛明，让我在所有人面前丢脸，这个仇我记住了。此刻觉醒台，校长，我们真的不再争取一下洛明吗？班主任黄秋生凑过来问道。争取个屁，有本事你去啊！你看洛明那牛逼哄哄的姿态，你觉得他会理我们吗？都是你，怎么不早点看出洛明的天赋？蠢货，你今年的绩效考核扣完了。金平涛愤怒的拂袖离去，黄秋生懵在了原地。不是，这不是你给洛明递上退学通知书的，现在怪我了。突然，天空之中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遮天蔽日的阴影笼罩在星海怪兽学院的上空，所有人都不由得抬起了脑袋，居然是 S 级的神角翼龙。飓风怪兽学院院长脸色大变，要知道他觉醒的怪兽可是狂角翼龙，而神角翼龙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品种的进化版，而且这头神角翼龙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暴力的气息，明显是墙壁之外的野生怪兽，其身上散发的那股气息，连他这位黄金级的强者都感到遍体发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降临，要骑着这么一尊大怪兽？就在这时，神角翼龙上三道身影从天而降。当众人看到为首的那一道儒雅白衫中年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顾雨墨、顾战王、洛明觉醒，竟然连顾战王都吸引过来了，全网都炸了。而在场的所有人在看到顾雨墨的时候，也都豁然起身参见顾战王。所有人都齐声开口，表达对这位炎夏战王的敬意。好了好了，虚礼就不用了，星海州也是我的故乡，大家不必如此客气。顾雨墨平静开口安抚众人。我这次来是听说我星海州出了一位 SS 级天赋的年轻人，所以特意和莫魁首过来看看。众人顿时又倒吸一口凉气，又是为了洛明来的。这洛明吸引来了4大学院院长争夺，现在就连大夏战王都来了，他这是要上天啊！无数的目光定格在我身上，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你就是洛明吧？不错，非常不错。顾雨墨目光落在我身上，开始上上下下打量起来。听说你从星海怪兽学院退学了，这个举动多少有些鲁莽了。这是一个好学校，非常适合你。这样吧，你们互相道个歉，这件事情就算了。你重新去星海学习，等你大学毕业，可以来我天宇圣团。顾雨墨淡淡的开口道，接着他又转过头看向金平涛，这样没问题吧？金院长。金平涛顿时喜笑颜开，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仅没问题，他还赚大了，道个歉也就不痛不痒的事情，而且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要道歉，有顾雨墨这尊战王出头，这洛明想不同意都不行。他用得意的目光看着另外4位院长，洛同学啊，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我保证，只要你回来星海怪兽学院，学费全免，而且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和资源倾斜。他拍着胸脯保证道。好了，金院长已经说完了，该你了。洛明，顾雨墨看向我说道。众目睽睽之下，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开口，只要我这个头点下来，便可以一飞冲天，名校资源圣团名额，一切都触手可得。柳如烟满脸嫉妒地看着我，凭什么他洛明就能变成所有人眼中的香饽饽？凭什么所有人都在争夺洛明？洛明此前明明就只是自己的一只舔狗罢了，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柳如烟咬着红唇，眼中充满了不甘之色，那些都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凭什么洛明张
张张嘴就能得到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平静的开口啊，我是不可能复血的。顿时间，所有人都怔在了原地，就连柳如烟都睁大了眼睛。这骆明脑子抽风了，我拒绝复血。我再一次开口，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在现场。顾雨墨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其他人也都是脸色大变，一脸不敢置信的望着我。这小子疯了吧？顾战王亲自出面，他竟然连这个面子都不给，他是傻了吧？竟然连炎夏战王都拒绝了，而且不留丝毫余地，这是一点不给顾战王面子。顾雨墨的眼中闪过一丝的不满之色，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年轻人竟然敢拒绝自己。自从他成为炎夏战王来这10年，说一不二，没有人敢拒绝他，这是第一次。这位战王的心情变得有些不悦起来，而柳如烟听到骆明的话，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骆明竟然拒绝了优渥的条件，他是疯了吧？可心中却是觉得非常的爽。骆明，你完蛋了，敢拒绝炎夏的战王，骆明你这是自寻死路啊！骆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可以当你一时冲动，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顾雨墨皱着眉说道，不用了，顾战王，我是不可能重新回星海怪兽学院的。我再度说道。顾雨墨的脸色终于难看下来了，这小子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他以为他是谁啊？竟然接连拒绝自己2次，他这都没成为炎夏战王呢，要是成了以后不得到他头上拉屎。顾雨墨心生不满，骆明，我希望你不要后悔。顾雨墨语气中显而易见的带着冷漠。完了，顾战王生气了，这小子不识好歹，触怒了顾战王，而那些怪兽大学的校长也仿佛失去了兴致一般。算了，你们争吧，我精灵怪兽大学退出了，我们魔都也不要了，这海也放弃，帝都也一样。全场哗然，我从人人追捧的天之骄子到跌落神坛，变成路边没人要的杂草，只用了1分钟，惹得战王不满，我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依仗。而4大顶级大学的校长思考的也很简单，你虽然优秀，但我们也不是非你不可，不可能为了一个还未成长起来的天才去得罪一尊巅峰时期的炎夏战王，更何况这尊炎夏战王背后站着是帝都5族之一的秦家，那可是天王世家。这一刻，我仿佛变成了一块有毒的金子，虽然很吸引人，但是有毒，没有人敢去触摸，触之就会死。而这只是炎夏战王的一句话，没有人愿意为了你去得罪一尊战王，乃至于战王背后的秦家。可即使如此，我的脸色始终没有变化，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不论外界的态度如何转变，我有足够的底气。我缓缓朝着那块军部带来的觉醒师走去。顾雨墨瞥了我一眼便不再关注，与他而言，我已经毫无价值。他对着金平涛说道，金院长，这一次回来也是想要感谢母校对我的教育，回报母校，所以我打算在星海怪兽学院挑选出一位优秀的学生，加入我天宇圣团，做个记名队员，在大学毕业以后转正。金院长，你有什么人选推荐的吗？此言一出，金平涛瞬间瞪大了眼睛，所有学生更是开始躁动起来。天宇圣团不要落名了，这个好处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虽然天宇圣团比起4大圣团要差了些，但那也是炎夏顶级的圣团了，而且加入4大圣团的考核是非常难的，通过率往往只有1%。最重要的是，人家不要特招，除非你是 SSS 级天赋。可是整个炎夏 SSS 级天赋又有多少？一里挑一，相比之下，天宇圣团免除考核就能进去，这搁谁不心动啊？在场的学生们都希望自己能被顾雨墨看上，一个个端正着姿态，目光灼灼。可惜顾雨墨只要 S 级的学员。顾战王，这一次我星海怪兽学院一共出了4名 S 级学员，这是他们的名单，您瞧瞧。金平涛将一叠册子递交给顾雨墨，顾雨墨随意翻了一下，战斗类的怪兽我们圣团不缺，实际上我是想要找一个能辅助凌霄的学生，这个叫柳如烟的就不错，治愈型的怪兽青羽灵鹿和我的天宇苍龙都有一个羽字，还挺有缘，就他了。顾雨墨轻笑开口，顾战王好眼光啊，一直以来柳如烟都是我们星海怪兽学院的年级前3，非常的优秀。金平涛赶忙拍马屁，接着他对着人群大喊，柳如烟呢？柳如烟在哪里？柳如烟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缓缓站了起来，脸上挂着疑惑之色。恭喜你，柳如烟，你被顾战王选上了，可以成为天宇圣团记名队员，等你大学毕业就能正式成为圣团队员。金平涛大声说道。顿时柳如烟的脸色变得非常的精彩，浓浓的狂喜充斥在他的脸上，自己被选上了，自己可以加入天宇圣团了。被选上的不是骆明，是他柳如烟。他激动的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而其他人也满脸艳羡的注视着柳如烟。本来以为是骆明的独秀，没想到最后的成功者竟然是柳如烟。柳如烟，既然你已经是我天宇圣团记名弟子，刚好我这里有一个魔都怪兽大学的特招名额，也一并给你了。顾雨墨再度开口，全场都炸了，这是登天路啊！顾雨墨这是直接为柳如烟铺了一条登天路啊！所有人都羡慕嫉妒恨的看着他。柳如烟无比享受这种万众瞩目、众星捧月的眼神，仿佛她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一般。没错，那才是她应该去的地方。她柳如烟就应该是天之骄女，享受所有人艳羡的目光。多谢顾战王，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不负战王之恩。柳如烟伸手拂过耳畔秀发，柔声说道：“希望以后你能好好辅佐凌霄。”顾雨墨淡淡点头，放心，顾战王，我一定会照顾好顾公子的。柳如烟看着顾凌霄英俊的面容，心中思绪万千。这顾凌霄天资出众，家世更是炎夏顶级，他若是能攀附上顾凌霄，未来岂不是帝都秦族少夫人？一个激动到要浑身颤抖的词出现在他脑海里，这不比骆明强多了？强100倍、10000倍。骆明即使天赋再强，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拿什么跟人家比？就连大学都没得读，你拿着天赋有什么用？说到这个，他的目光又挪到了我身上，眼中带着高高在上的审视和不屑。骆明，局势逆转了，这就是你拒绝我的代价。从今天起，我们就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会越飞越远，甚至成为帝都秦族的少夫人，而你失去依靠，注定泯然众人矣。就在此时，我已经来到了军部的那块觉醒石面前，我目光沉着镇定，仿佛外界的一切声音都无法影响到我。前辈，还请让让。我对着站在觉醒石前方的莫如天说道。莫如天赶忙退开，可看向我的眼神中却藏着可惜。这么优秀的一个天才，本该有大好的未来，
却是毁在了那份心高气傲之上。他摇摇头，虽然可惜，但是他也帮不了我。别看顾雨墨叫他一声莫魁首，但实际上这只是顾雨墨给他面子，否则只要对方一句话，他明天就得去墙壁外面当炮灰，没有人去关注我。即使我是 SS 级，可得罪了顾雨墨，我就已经废了。虽然顾雨墨没有明着针对我，但是也没有去阻止其他人针对我，这就是一个信号。像顾雨墨这种人，想做什么事根本不用自己动手，想要表态的人多如牛毛。此刻的柳如烟是天之骄子，憧憬、羡慕、嫉妒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顾雨墨父子则是众人的中心，无数崇拜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而我无人问津。此时，我将手按在了觉醒石上，下一刻，一阵璀璨的光芒覆盖了全场，而在这光芒中心的我，也不受控制的变身成了饕餮，发出震天的怒吼声，轰轰轰！觉醒石剧烈颤抖，一道水盆粗的血色光柱从上面爆发，冲霄而起，暴力古老嗜血的气息充斥在全场，所有人顿时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由自主地朝着我的身影看去，宛若一尊血神降临。刹那间，空间震荡，我周身的气势再度朝着四面八方蔓延，笼罩了整个学院，扩散而出。那血色光柱冲天异象震动了整个星海州。这气息，顾雨墨面露骇然之色，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居然在微微颤抖。天宇苍龙被洛明觉醒的怪兽压制，这洛明觉醒测定出来的气息，比他当初觉醒天宇苍龙的时候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这种威压，这种让所有怪兽仿佛要心悦诚服的霸道气息，只有一个可，那就是这个少年觉醒的怪兽不是 SS 级，而是传说中的 SSS 级。这可是整个华夏都不超过2只手的顶级天赋，一旦觉醒 SSS 级，更是可以无条件加入炎夏4大圣团。和炎夏4大圣团比起来，他这天宇圣团又算得了什么？作为炎夏的守护神，4大圣团独立军部，直接听令于炎夏元首，即使连9大天王他们都可以不放在眼里。这一刻，顾雨墨再度震惊了，他竟然在一个跟自己儿子一个年龄的少年面前再一次吃瘪。若是说连顾雨墨这等强者都感到震惊，其余这些刚觉醒的学生那就更是不堪了。一眨眼之间，就有数不清的学生不由自主地跪倒在了地上，仿佛在对着高台上的那道身影俯首称臣。这是等级压制，饕餮为上古纯血大凶神兽，面对任何兽类都有天生的压制，怎么可能？柳如烟半蹲着身子，咬牙切齿地看着高台上的那道身影，他死死地咬着牙，坚持着不让自己跪下去。可是那股威压太强了，他感觉仿佛有一只大手按住了他那高傲的脑袋，强迫着他一定要跪下。一旁4大怪兽学院的院长，包括金平涛、黄秋生等人，全都一个个咬着牙坚持着。虽然他们靠着强大的实力克制住那股跪服的欲望，可是身体依旧颤抖个不停，望着血色身影的目光中充斥着浓浓的惊骇。等级压制，这绝对不止 SS 级的实力啊！所有人都面露恐惧之色，这洛明竟然是 SSS 级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朝那个小子下跪？如烟，我的女儿，你怎么了？苏大强和王丽蓉夫妻一脸惊疑地站起身，从席位上朝着柳如烟冲去。你们不要过来！柳如烟艰难地开口，想要制止自己的父母，可是迟了。扑通，两人一冲下家长台，就一个趔趄，趴在了地上，起都起不来。这是什么？苏大强目眦欲裂，他死死地想要起身，却仿佛有一座大山压着他，根本动弹不得分毫。为什么我一定要向那个小子下跪？他满头冷汗滚滚滴落，看着前方高台的身影，眼中充斥着怨恨和不甘。洛明，这就是真正的你吗？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的资本吗？柳如烟面色十分的痛苦，那股气息太霸道了，仿佛他不下跪就会活生生将他压碎。终于他再也控制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小子一觉醒，怎么所有人都下跪了？顿时直播间内弹幕肉眼可见的卡了1秒，紧接着卧槽牛逼 SSS 级，这洛明觉醒的怪兽是 SSS 级，这真是要捅破天的节奏啊！ SSS 级的天才，这天才我们魔都怪兽大学要了，谁都不要跟我抢，你算个鸡毛！我们精灵怪兽大学要了，抢人天才如杀人父母，你们试试，我跟你们急！你们在狗叫什么？这是我们这海怪兽大学的，星海州离我们这海州这么近，洛明同学来我们这是最方便了，距离不是问题。如果洛明同学愿意，帝都怪兽大学愿意为洛明同学一个人开启传送阵。 SSS 级和 SS 级的含金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SS 级虽然稀有，但每一届入学的学生在这些名校都有这么3、4个，所以他们并不是很在意，也愿意卖战王一个面子。可 SSS 级那概念完全不一样了，整个炎夏目前的 SSS 级不到10个，好几年出不了一个 SSS 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天才一出现，各个大学都会发了疯一样的争夺，管你什么战王什么秦家，都滚一边去！顾雨墨的脸色难看起来了。SSS 级，没想到这个小子竟然是 SSS 级，太超乎想象了。而此时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觉醒石中有一股力量还在往自己身体深处探测，一旦被他触摸到核心，我超 SSS 级的等级或许会暴露出来，这绝不是好事情。一旦被人知道炎夏出了一个超 SSS 级的天才，不仅是野外的怪兽，甚至其他国家都有可能会对我出手，我转眼间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眼中钉。所以饕餮的吞噬之力自发地将剩余的觉醒石力量吞了个一干二净。饕餮这是在保护自己。此时墙壁之外，一尊万丈巨兽猛然倒在了地上，这是一头有着金色毛发的巨型金刚，看上去宛如一座巨山般高大，其脑袋上长着6只血红色的眼睛，浑身的毛发好似燃烧的金色火焰，看上去极其的威武不凡，宛如怪兽王者。这是废墟之中一尊金玉3阶的怪兽，是名副其实的怪兽王者六目金刚。而此时那道倒地的六目金刚眉心处有着一个1指大的血，以 SSS 级的天才
还是星海州，有点意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去看看好了。一个身穿银色制式甲胄的身影从六目金刚的毛发中爬了出来，他手上扛着一杆银色长枪，枪尖还泛着丝丝血光，另外一只手则是看着直播。显而易见，就是这个银甲男人杀死的六目金刚。通知一下圣团的回收部来回收一下六目金刚的尸体，以后别什么阿猫阿狗都让我出手，太弱了杀着没意思，叫老鹰来好吗？我的时间很宝贵的。银甲男人淡淡的说道。是，那个副团长，你不回圣团吗？回来干嘛？被圣团长灭，没意思。听说星海州出现了一个 SSS 级的天才，我去找那个天才玩玩好了，这是我的同类啊，毕竟天才总是孤独的，哈哈哈哈。银甲男人大笑一声，挂掉了电话，一步腾空而起，消失在了天边。此人赫然便是炎夏四大圣团之一，天赤圣团副团长，炎夏最年轻的副团长， SSS 级怪兽觉醒者，九霄银龙，叶长安，星海州，差不多了吧？洛明，该收起你的气势了吧？你想要大家朝你跪多久？顾雨墨平静的出声道。我面无表情的收手，从怪兽形态变回了人类形态。洛明，我很好奇你这觉醒的是什么怪兽？我好像从来没有从怪兽屠戮中看到过这种怪兽。顾雨墨出声质问道。我沉默了一下，平静开口。饕餮，饕餮是吗？你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头怪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怪兽，非常具备研究价值。我眯了眯眼睛，介绍怪兽，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等同于你将自己的特性、长处、弱点全都公之于众。一般来说是绝对没有人会在公众场合介绍自己的怪兽，而且越是高等级的怪兽越是如此。哪怕是怪兽屠戮之中号称记载了万种怪兽，可对于 SS 级及以上的怪兽，除了一个名称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多的记载了。这种级别的怪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底蕴级别的存在，要是被记载的太过详细，别人针对你的弱点捕杀可怎么办？怪兽时代需要防备的除了怪兽以外，还有人心。各国缩在一起，虽然互相之间有墙壁拦着，但是并不代表无法通行，所以墙壁里面也不是绝对安全的。顾雨墨当众要求我介绍自己的怪兽，可以说意图十分的明显了。这么想要别人介绍，不如先把你的天宇苍龙搬出来介绍一下得了。哗然，就在此时，一道洪亮的声音响彻天际，紧接着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地面上。看到那道身影的时候，所有人都炸了，特别是他胸口银色甲胄上铭刻的剑盾，还有燃烧的火焰图案，更是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那个图案是天赤勋章，这是四大圣团之一天赤圣团的图案。果不其然 ，SSS 级天才出现了，四大圣团也坐不住了。我知道这个人，这个银甲银枪的身影，他是天赤圣团的副团长，同样为 SSS 级的九霄银龙叶长安。全网都炸了。如果说顾雨墨的出现将直播间的热度推向了炎夏72周36日，那叶长安的出现便是让四大圣团的人物都为之侧目。叶长安虽然年轻，但他的实力却是不弱于任何一尊炎夏的战王，而且他坐拥圣团副团长的位置，没有一尊战王敢小瞧他，所以他可以一点不给顾雨墨这尊背靠帝都五族秦家的战王面子。叶长安，听闻圣团给你指派了任务，你现在玩忽职守出现在星海州，就不怕宁圣团长打你屁股吗？看到叶长安出来，顾雨墨轻笑道，对他来说，叶长安只不过是一个小辈罢了。可是叶长安10年的时间，却是硬生生追平了他30年的努力，所以顾雨墨一直看叶长安不爽。叶长安也一样，他一直觉得顾雨墨是伪君子，倒插门秦家的赘婿，不用顾大战王操心，圣团的任务我早就完成了，不就是一个金玉3阶的六目金刚吗？一枪就死了，菜的要死。我记得这六目金刚等级和顾战王相仿吧？哎呀，抱歉，我说的可不是顾战王，还请不要在意。叶长安阴阳怪气的窃笑道。顾雨墨的脸色瞬间冷下来了，不用道歉，金玉3阶那是去年的事情了。顾雨墨随意道，原来如此啊，那就我一枪把比顾战王弱一点点的六目金刚戳死，这样说会比较合适吗？顾雨墨的脸色变成了黑炭，他真的想直接捏死这个叶长安。叶长安，你们圣团挺忙的吧？你特意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情？顾雨墨扯开话题，没什么事情，不过是天才之间惺惺相惜，产生感应罢了。我叶长安这人就喜欢和天才交朋友，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蠢材硬装天才。顾雨墨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这家伙在指桑骂槐。突然，叶长安身形一闪，出现在了我的身旁，自来熟的揽住了我的肩膀。兄弟，你身上有一股很不错的气息，交个朋友吧。我叫叶长安，年长你10岁，不介意的话，喊我一声长安大哥就好了。你叫洛明是吧？那我以后就叫你洛兄弟了。叶长安自来熟的说道。长安大哥好。我尴尬的挠挠头，这家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社交恐怖分子吧？哎呀，其实我这人也不太会说话。叶长安笑道，要不你来我们天赤圣团吧，刚好我缺个朋友，等过几年你实力上来了，你就可以天天和我练手了。我很看好你，只要10年，你肯定能超过那个倒插门。叶长安用大拇指倒着指了指顾雨墨说道。顾雨墨气得浑身都在发抖。倒插门这个称号几乎是他的禁忌，他出身微寒，所以才选择入赘帝都秦家。也正是因为倚靠着秦家，他才能这么快的成为炎夏的战王。也因此背后有不少人喊他倒插门，但那些人喊的时候，那也是小心翼翼的，不让顾雨墨听到，哪里像叶长安这样大庭广众喊出来的。叶长安，我是你的上司，军部职位森严，我为大夏战王，你辱骂战王，我可亲手拿了你，停职查办。顾雨墨愤怒的说道。然而叶长安一脸无所谓，他手中银枪一转，对准了顾雨墨的眉心。来，我求你拿了我，顺便我向你发起替位战，你敢同意吗？顾雨墨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恨不得当场杀了叶长安，但是看到那森寒的枪锋，最后也只能放弃。怂包，我就喜欢你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叶长安冷笑一声。叶长安，你够了，肿吗？你不服气？叶长安反问。父亲。顾凌霄看见自己父亲被这样羞辱，直接绷不住了，他目眦欲裂的看着叶长安。叶副团长，你羞辱我父亲有什么意义？我父亲念在你是晚辈，不与你一般见识，你不要得寸进尺。顾凌霄大声说道。大人说话，
哪有你小孩子开口的资格？闭嘴！叶长安目光一冷，顾凌霄顿时感觉如堕冰窖，他打了个哆嗦，吓得直接不说话了。怎么害怕了？刚才你们欺压骆明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们害怕？叶长安目光扫过众人，直播我全程都看了，你们这些东西真的让我恶心啊！什么时候我言下的大人物一个个都成了趋炎附势、獐头鼠目之辈了？顾雨墨的臭脚你们舔得开心吗？我4大圣团征战墙壁之外，辛辛苦苦，你们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在，言下才会变成这副模样。我叶长安今天话放在这里了，从现在开始，骆明就是我的义弟，谁欺负他？只见叶长安大手一甩，手中银枪宛如流光般冲霄而起，而后狠狠矗立在大地上，枪芒流淌杀光，见者无不遍体生寒。那就试试我手中白银龙枪的威力。叶长安冷冷开口，霎时间全场寂静，所有人都缩着脑袋，无一人敢言语。此刻他立身之处略其锋芒，顾雨墨望着叶长安，目光无比阴冷。这是他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如此羞辱，可若是真要和叶长安打起来，他没有底气。言下的替位战役指职位低的人向职位高的人发起了挑战，顾雨墨有拒绝的权利，可若是接受，一旦输了，这大夏战王的位置就不保了。他没有绝对的信心击败这位大夏最年轻的副团长，所以他退却了。柳如烟看着站在我身前的叶长安，银牙都快被咬断了。凭什么？凭什么他骆明这么简单就能得到进入大夏4大圣团的机会？凭什么他骆明有资格让一位圣团副团长为他出头，甚至不惜去得罪一位战王？柳如烟眼中充满了浓浓的嫉恨和不甘。骆明，你隐藏着自己的天赋，一次次给我希望，又将我打入绝望的深渊，甚至还逼着自己朝他下跪，难道真以为这样玩弄我很有意思？不甘、嫉妒、愤怒、羞愤，各种情绪充斥心口。柳如烟紧咬红唇，娇躯颤抖不已。就在此时，有几道身影突然出现在星海州上空。当看到这几人的瞬间，场内再一次炸开了。这竟然言下最顶尖的大学的校长，为了骆明，今天他们4人竟然一同前来了。我是魔都怪兽大学的校长骆明同学，只要你来我们魔都怪兽大学，怪兽精血战冰兽御兽和只要你开口，我们都会满足你。骆明同学，你来我们精灵，我可以做主给你一把钻石级怪兽甲壳打造的战冰，还有钻石级怪兽的精血。好你个老登，搁着哄抬物价是吧？来我们这海怪兽大学，直接给你一头钻石级怪兽的尸体，所有东西配套齐全。另外，我们额外提供10支元能药剂。来我们帝都职业大学，我们刚刚收获了一头赤玉级怪兽的尸体，打造出了兽玉，其中有一道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的技能，你想要的话，这道技能我们可以给你。言下4大学府的校长为了争夺我的归属权，直接千里迢迢赶到了星海州，然后在现场疯狂争抢起来。其他学生看得目瞪口呆，别说赤玉级了，哪怕是钻石级，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般的东西。怪兽时代，人类一切的资源几乎都来自于怪兽身上。眼见4大校长吵得口干舌燥，都在争取骆明，柳如烟嫉妒的都面色都快扭曲了。您是魔都怪兽大学的校长吧？这是我的女儿柳如烟，她觉醒了 S 级的怪兽青羽灵鹿。这时，苏大强突然来到一位校长面前说道 ：“S 级的青羽灵鹿。”魔都怪兽大学的校长微微转过了身，看向柳如烟，还不错，开学的时候来报道吧。魔都怪兽大学院长淡淡开口，说着就不再搭理柳如烟，转过头再度加入了激烈的争吵中。我告诉你们3个老登，再跟我魔都怪兽大学争夺骆明同学，老夫非得跟你们在这里干上一场，谁怕谁来，打一场来呀！谁输了谁是龟孙子。几位院长撸起袖子，一副要干架的样子。好了，你们4个老登都可以闭嘴了。这时叶长安突然大喝一声：“一群势利眼的东西！我告诉你们，骆明不会加入你们任何一个怪兽大学。”叶长安冷声宣布道：“这怎么可以？只有我们4所大学才能为骆明同学提供发展平台，你不能就这样毁了一尊天才的未来。”4个人急了，疯狂摇头，一副要据理力争的样子。难道言下就真的没有比得过你们4所大学的学校吗？叶长安冷笑一声，此言一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就连顾雨墨的脸色都面露极度惊讶之色。4大校长更是惊声开口：“难道你要让骆明去那间炼狱大学吗？”叶长安微微一笑：“对，我就是打算让骆明去那所大学，也只有那所大学才能发挥出他真正的天赋。”眼下怪兽大学不少，4大名校独领风骚，可在4大名校之外，依旧有一所顶尖的大学，只是这间大学一般不在学子们的考虑范围之中，也不是想进去就能进去的。这间大学的名字叫做炎夏大学，被称之为大人物的摇篮，培育出了数不清的天骄，天才云集，残酷至极，死亡率极高，是由大夏4大顶级圣团和军部联手打造的一所大学。入学门槛更是出了名的苛刻，每一届只招收100人，整所学校3个年级总共就300名学生，然而老师却有225位。炎夏军部9大天王、36战王、72阵将，还有108位战将都可以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是人中龙凤。而叶长安7年前他就是炎夏大学那一届的第1名。骆明，你愿意加入炎夏大学吗？我提前告诉你，哪怕你是 SSS 级天才，你也要正式通过考核才能加入炎夏大学，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争取。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能顺利从炎夏大学毕业，你未来一定会屹立炎夏之巅。轰隆！叶长安的话语宛如雷霆般轰击在众人的心间。炎夏之巅，那是何等的成就，那是可以被记载在史书。对于他们这些学生来说，可以说是难以触及的天上神龙。那个叶副团长加入炎夏大夏可以杀怪兽吗？我突然举手问道。哈哈哈哈，当然可以。骆明，你可知道为何炎夏大学的死亡率这么高吗？那是因为炎夏大学的学生都需要深入废墟猎杀怪兽，提升实战经验。骆明，你很喜欢杀怪兽吗？还好吧，我挠了挠脑袋，实际上我只是惦记着饕餮第2重试炼，万兽石吞噬1万头青铜级的怪兽，只要你有能力，就有杀不完的怪兽。叶长安大笑起来。那么我愿意加入炎夏大学。我咧嘴一笑，我觉醒了十凶神殿，上古十凶可没有一个好商量的主，我这一生就注定是要在杀戮和战斗之中度过。叶长安看了感到十分的满意，这是我的手牌，1个月后炎夏大学举办考核，你拿着这块手牌过来参加就可以了。这是一只黄金
级怪兽血鬼狼的浑身精血，就作为见面礼送给你吧。说着，他将精血递到了我的手中。除此之外，我还会给你准备一个惊喜，想做什么尽管去做，有我叶长安在，没人敢以大欺小，用身份压你。叶长安斜睨了顾雨墨一眼，意思不言而喻。既然洛明已经有决定，那我就先走了。顾雨墨脸色难看，他1分钟都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他怕自己真的控制不住和叶长安在这里打起来。他带着顾凌霄一步上了神角翼龙。柳如烟，这是我天宇圣团的记名队员手牌，你拿着。他手一甩，一块手牌落在柳如烟手上，而后神角翼龙发出一声大吼，消失在天际。柳如烟看着手上的那块有着天宇2字的手牌，本应该激动的心情却是荡然无存，他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我加入炎夏大学天赤圣团，而他只是魔都怪兽大学天宇圣团，各个层面来说都比起我差了不止一截。叶长安拍了拍我的肩膀，好了，我也该走了，期待1个月后能在考场见到你。说着，他化作一道荧光，消失在天际。可惜了，要不是叶长安，几位校长目光落在我的身上，充满了惋惜之色。这种天才要是能出在自己的学校该有多好啊！无奈摇摇头，几人相继离去。柳如烟满嘴苦涩的张了张嘴，可以预见，从今往后，他跟我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浓浓的后悔涌上心头。如烟，你没事吧？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柳如烟的身边，他叫做郑鹏，柳如烟的追求者之一，同时也是星海怪兽学院另外的几个 S 级学员中的一个。只是他在直播第1天就完成了觉醒，这3天一直在家里努力提升实力，如今才出关。一出关就看到自己的女神柳如烟，这副渲然欲泣的样子。郑鹏感觉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攥紧了般难受。是洛明吗？是他让你这么伤心的吗？告诉我，如烟。郑鹏满脸狰狞地说道，他有一种感同身受，仿佛难过的不是柳如烟，而是他郑鹏。我不想说，你别再问了。柳如烟摇摇头，事已至此，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他确实远远不如洛明，可郑鹏看着自己捧在手里怕伤着，含在嘴里快化了的女神这么悲伤，他无比愤怒。洛明，我弄死你！他面目变得无比狰狞。轰！郑鹏一步跃起，跳上了觉醒台。洛明，你敢跟我生死斗吗？要是不敢，你就跪下来，给如烟磕3个响头，向他道歉。我叹了口气，居然有人要上来送死。既然是生死斗，肯定得有些赌注吧？没有赌注我可不干。我撇撇嘴，一脸不屑。好，洛明，既然你要赌注，那我就给你赌注，只是你可不要反悔了。我出3只青铜级3阶怪兽的精血，你可敢跟我赌一把？郑鹏从身上掏出了3只血色的药剂，其中蕴含着强大暴虐的气息。我眼睛一亮，怪兽精血，这是淬炼体魄的好东西，只是你的赌注太小了，不够。我摇头道，100万炎夏币，不然免谈。不就是100万炎夏币吗？我跟你赌，你给我滚过来！郑鹏红着眼咆哮道。我嘴角上翘，果然是年轻人，随便激将一下就上头。郑鹏扭了扭手腕，洛明，这是生死战，上了这个擂台，生死不论，死了那就是自己技不如人。郑鹏眼中闪烁着阴狠的杀意。当然，我知道的。我平静点头。洛明，感受恐惧吧。吼！郑鹏仰天长啸，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而出。郑鹏整个人被一阵金光包围。S 级怪兽金黄鹏，洛明，我会亲自啄开你的脑袋。尖锐森然的声音响彻全场，音浪化作实质朝着4面8方席卷而去。许多学生都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耳朵。你们快看，看郑鹏的胸口等级标，那是黑铁5阶。我尼玛，他这才觉醒3天就黑铁5阶了。就在此时，一阵血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我变身了，依旧是霸道至极的血色身影，只是这一次没有惊呼，只有一阵阵的沉默，因为我胸口的等级标竟然只有黑铁1阶，这和郑鹏差了4阶啊，还玩个毛线衣啊，直接举白旗投降得了。4阶的差距拿什么打？而就在众人为我发愁之际，郑鹏默默地从背后掏出了一把金色的剑，战兵金锋剑，由青铜7阶 A 级怪兽金羽雕的骨骼打造而成。完了，等级差距大也就算了，人家还有战兵，这怎么打？然而我却只是垂着双手，十分淡然地看着郑鹏。郑鹏不屑一笑，唰，他身体化作一道金光扑来，天赋黄速之巅，手上的剑速度陡然快了几个层次，竟然一剑切开了空气，劈出道道残影。我却是淡淡的看着当头劈下的剑，残王暴虐。轰！一股子滔天的血气从我身上散发出来，吼！饕餮发出震天动地的狂暴吼声，我浑身都被一股子浓郁的血气笼罩。紧接着，饕餮大手猛然探出，当，竟然硬生生将那快速到极致的金色羽剑给抓在了手里，太弱了呀！蝼蚁！砰！我另外一只手探出，握住了金黄鹏的手臂，金色的手臂在我的手中开始变形。啊！金黄鹏发出痛苦的尖叫声，能闭嘴吗？杂毛鸟！哐当！金锋剑掉在了地上，饕餮单手一用力，将金黄鹏的一整只手臂硬生生撕扯了下来，金色的血液泼洒在大地上。紧接着，他另外一只手猛地伸出，握住了金黄鹏的脖子，尖锐的吼叫声被卡在了喉咙中。饕餮面目狰狞，就这样看着金黄鹏，眼中闪过贪婪之色，这是饕餮即将进食的信号。金黄鹏一脸的恐惧，太强了！突然间，为什么对方变得这么强？明明对方只是一个黑铁1阶。轰！一阵天旋地转，等回过神来后，剧烈的疼痛感传来，饕餮竟然反手将金黄鹏的身体砸进了地面，就这样硬生生镶嵌了进去，而后再缓缓提起来，一只手扯下了他的背后的羽翼。此刻，失去一条手臂、一只翅膀的金黄鹏已经脆弱的奄奄一息了，他已经清晰认知到自己和饕餮的战力差距了。你太弱了，根本无法让我全力出手，无限掠夺！饕餮怒吼一声，吼，响彻云霄。他胸口的那个脑袋突然张开了血盆大口，没入饕餮身躯之中。金黄鹏目光大震，清晰的感知到了自己的天赋黄速之巅被夺走了，战斗结束了。最后，饕餮狰狞一笑，朝着他的心脏探爪抓去。住手！你敢杀他！此时，一道身影自远处飞速闪身而来，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威严感。此人就是郑鹏的父亲，血炎圣团的统领郑涛。你敢杀我儿子，我弄死你！他远远的就朝着我咆哮威胁。生死战，生死勿论，你说的算个屁！说着，我毫不留情的朝着对方的胸口抓去。敢杀我儿子，你要想清楚后果！郑涛愤怒的威胁道。是。
金色的血液喷薄而出，想得很清楚了，我就是要杀，不服你来咬我呀！饕餮咧嘴一笑，而后将手抽了出来，一颗金灿灿的东西出现在我的手中，这是金黄硼的兽核。饕餮直接掏了出来，然后像丢垃圾一样将金黄硼丢在了地上，失去兽核的金黄硼倒在了地上，变回了人形。这一刻，全网炸裂，所有人都激动的浑身颤抖。饕餮那暴虐的恐怖身影宛如恶鬼般萦绕在所有人的心间，这是一尊滔天的凶兽啊！儿子，远处赶来的郑涛发出悲愤的怒吼：“骆明，你找死！”轰隆，一股强大气息自他身上爆发出来，变身岩石怪象，哐当，天地之间一阵炸响声传出，顿时一个100丈的岩石巨人矗立在大地之上。这尊岩石巨人浑身青紫色，双瞳散发着浓郁的红光。S 级的岩石怪象，岩石巨人缓缓探出一只巨大的手掌，遮天蔽日的笼罩了会场，朝着我抓来。4大院长见状，脸色大变，他们想要阻止，可是4个黄金级又如何抵挡得住一尊蓝玉级的军部统领？让我赢下和郑鹏的第一场生死战。不料打了小的来了老的，郑鹏的父亲血岩圣团的统领郑涛化为 S 级的岩石怪象，一掌向我挥出。面对蓝玉级军部统领的全力一击，众人无能为力。轰！下一刻，一道披着血色大氅的人影突然出现在郑涛的面前。郑涛，你想干什么？郑涛眼中闪过错愕之色。圣团长，您怎么来了？来人正是血岩圣团的圣团长厉血，一位军部的战将，实力为紫玉级。郑涛，还不快快解除变身！厉血黑着脸说道。我不，这小子他杀了我的儿子，我要报仇！郑涛大声说道。你疯了吗？郑涛，你儿子技不如人，你想要我血岩圣团一起和你陪葬吗？他背后可是9霄银龙叶长安，你郑涛凭什么去招惹这种级别的人物？厉血恨铁不成钢的斥责道。郑涛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我不甘心啊！圣团长！郑涛愤怒的出声，他整个人几乎陷入了癫狂。郑涛，你没得选，怪就怪你儿子太弱，技不如人，赶紧解除变身，跟我走！厉血再度叮嘱道。郑涛僵持在原地，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我，眼中闪过浓浓杀机，恨不得现在就一巴掌拍死我。可那巨大的手掌已经遮盖在我的头顶，却是怎么也按不下去。圣团长，难道我就一定要这样忍气吞声了吗？郑涛不甘心地质问道。厉血满脸无奈，正欲开口，却见天空之上一道洪亮的声音传来：既然忍不了，那就去死吧！而后一道枪芒在虚空之中绽放，这是9霄银龙叶长安，他来了。不对，这只是一道枪芒。厉血显得无比震惊。轰！虚空中一道巨大的枪芒似银龙吼动苍穹，从天空垂落，朝着郑涛定杀下去。叶副团长，还请给我一个面子，饶了！可厉血话还没说完，枪芒便是化作银光刺破天际，自郑涛的天灵盖轰然落下。他巨大的100丈身躯宛如被神雷击中一般，猛然炸裂，碎裂成了一块一块的碎石，砸在了大地上。而那贯穿郑涛身躯的枪芒就这样直勾勾地插在了大地上。不久之后，枪芒缓缓散去，只有一颗残破的兽核躺在地面。郑涛族，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我给你面子？残害炎夏天骄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斩之。你血岩圣团可有不满？还是说郑涛作为是你血岩圣团在背后指使？厉血面色变得难看无比，可最后依旧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和我血岩圣团没关系，都是郑涛一个人的错。叶副团长杀得好！厉血不敢有所不满，顿时全场哗然。这就是9霄银龙叶长安的霸道，郑涛就是一个最大的警告。叶长安这人有事情他是真出手，直到那9霄银龙的战气消失在现场。骆明小友得罪了，都怪我御下不严。这是一块 A 级天赋的黄金级怪兽，流星火狼的兽玉，就当是我个人的赔礼。血力慌张开口，留下了一块赤红的兽玉交给我。所有人这才反应过来，这尊血岩圣团圣团长大夏的一位战将，这是在向我赔礼。叶长安为我出手，军部战将给一个学生赔礼，震动全网。长安，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二话不说亲手杀了一尊军部统领，我这事情很难办啊！帝都天赤圣团总部，一个蓝发军装的年轻人一脸无奈地说道。他的面前，叶长安上腿放在桌子上，身旁倚靠着白银龙枪，正若无其事地玩着谋款2个字的游戏。老银，又是哪些老家伙在这里叫啊？具体来说是秦家三少秦浩然，他在军部大大参了你一本。蓝发青年银天蛇无奈地说道。秦浩然是吧？就这家伙屁事情多，是为自己姐夫出头是吧？行，等我打完这个 boss 就去找他聊聊。叶长安淡淡地说道。你小子，我希望你是真的好好聊聊。银天蛇嘴角抽搐，又到了1年1度的新月兽潮了。叶长安问道。是啊，最近废墟之外的怪兽一个比一个狂暴，圣团里面的调查组伤亡颇为严重。银天蛇叹息道。圣团长推测，他的目光变得极其凝重，第14只怪兽之王可能要出事了。什么？叶长安目光一凝，怪兽14号吗？纵观蓝星百国历史，任何一尊编号怪兽的出现，都是由诸国顶尖强者联手讨伐，从来没有说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击杀一尊编号级怪兽。上一次怪兽13号出世的时候，是在30年前，上一任天赤圣团的圣团长，一尊黑玉10阶的强者，就是战死在那一战之中。9大天王也是死了一大半，编号级怪兽那是真真正正的怪兽之王。